好，来看看今天我狼是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恶魔城3代啊，其实这个也叫恶魔城传说。自从恶魔城1代，大家伙都了解啊，这个作为这个一个德古拉，咱也不知道这个德古拉到底是得罪谁了啊，一天天的就要被封印，还不能被杀死啊，就只能被封印。你说这个人啊，然后咱们现在呢，这个游戏呢，虽然说基于 FC 平台啊，但是呢，作为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一代，我感觉恶魔城3呢有这么多路线可以走，有这么多这个可以打啊。当然你可以看起来啊，其实咱们的操作呢跟这个1代感觉有点像啊，是不是看起来啊？当然1代的大神啊，那肯定是超级牛逼啊，那是单人可以封印这个德古拉的人，而这个咱们玩这个所谓的这个阿鲁卡多路线呢，就是德古拉之子啊。咱们的水友刚才还提醒我说，这个德古拉这个英文字母倒过来就是阿鲁卡多，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不叫阿里嘎多多泽伊马斯啊，对不对？好，那么可以看到啊，所谓的这个3代日版呢，咱们也是啊，基于有很多这个你看这个包括什么路线呀，包括很多的这个小技巧都有的啊。这个其实恶魔城最经典的就是受伤之后，对吧？受伤之后，一下啊弹起来那种啊，这种是特别屌的。我们看看直接进屋吧。其实恶魔城系列还有很多那什么圆月舞曲，什么小舞曲，什么咱也不知道啊，有挺多这种。包括像 GBA 啊都有，我感觉像这些恶魔城的经典，有机会啊，小狼可以给大家伙做啊，因为这个游戏它的剧情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光说游戏好玩啊，它的剧情是很丰富的啊，对吧？剧情非常的丰富，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讲故事也蛮好的啊。对于游戏来讲呢，光玩的话呢，有很多人都说我这一辈子我也不想碰，因为玩的不好，不想玩，不会玩。但是呢，我想了解这个游戏背后讲的什么，那么我狼人可以给大家伙讲一讲啊。但其实呢，想一想吸血鬼系列的啊，在咱们中华传统里面，吸血鬼呢，一般来讲啊，往往都是在后现代的时候，咱们通过这个国外的影视作品啊，然后有这么一个吸血鬼啊，包括就跟这个什么神啦什么有关，什么吸血鬼猎人之类的。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剧情，故事的设定，它不像咱们有那个什么林正英那个丧尸啊，僵尸啊，不叫丧尸，叫僵尸啊，僵尸啊，蹦蹦跳跳的啊。然后呢，也不像咱们说那种啊，《聊斋志异》里面讲的鬼魅啊、狐魅之类的。像这种吸血鬼呢，有的时候就跟一些那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就有关系啊，对吧？包括还有什么驱魔啊，有这个恶魔啊、邪魔，然后吸血鬼等等的，像这种啊，我记得有很多那个咱们本土的这个，当时应该叫中国香港吧啊，咱们中国香港的一些电影也把一些吸血鬼的这个东西拿过来。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啊，陈冠希还有Twins啊，那时候还没有艳照门的啊，那时候，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一些电影，还有2部啊，那个电影叫啥我都忘了啊，好像还有成龙他儿子不什么的啊，就是那时候Twins非常火，陈冠希也非常火啊。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电影，我只能租碟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没有院线的啊，对，好像就叫千机变，还有2部，对，千机变。现在一说千机变，都以为是那个街机的千机变呢啊，这个太嘚儿了啊！那里面有这种类似于像什么吸血鬼呀，有什么丧尸之类的，反正怪怪的啊。有时候就是没有咱们中华传统的东西吧，很多人就不了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真的是啊，你说你不了解，咱们就没啥意思。当然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就是大家伙儿我记得之前有一阵叫什么《暮光之城》，还不是什么之类，有很多这样的电影，还有那个美剧啊，可能也讲究这个什么啊吸血鬼啊，也有讲的。其实说白了啊，游戏主要还是看玩啊，主要还是玩的好玩，咱们才有意义啊，对吧？然后呢，先是玩，再是剧情，然后是音乐，你这3样呢是缺一不可啊。当然主要是可玩性啊，当然呢，可玩性也包含一些，其实可玩性包含音乐，包含它的画面啊，都很重要啊。它这个游戏的设计啊也挺好的啊。好，蜜桃成熟时是什么鬼呀？来看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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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下走
那咱们看看是可以选啊，你看这上面有个像地图似的啊，然后直接有一个骷髅头。像这种类型游戏呢，我觉得啊，很多人都说啊，游戏是给这个对吧？游戏当然是给人玩的。游戏给什么样的人玩的呢？我实话实说，游戏是给成年人玩的。但是呢，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我是80后，我父母呢应该是60后啊。我父亲是60年的，因为我可能是有点优生优育啊，所以说导致我父亲呢岁数比较大。是这样的啊，他们就包括那我叔也可以算上63啊，64年什么往后排，就60几年的人啊，他们玩游戏他们就不太会玩。第一呢就是不能说没有游戏天赋，其实他们也想玩，但是呢，你可能甚至给他买一个游戏机，他对着电视对接这个游戏机他都不会。但是你们没发现吗？你一个小孩就会。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会的，比如说小时候电视机拿那个遥控器来调台，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会的，就会了，对吧？然后呢，你像那个咱们父母玩这个 FC， 顶天也就玩个什么坦克大战啊，顶天也就玩个这个，玩个什么赤色要塞，这样的玩点别的他玩不了啊，什么双截龙、魂斗罗的不会玩啊，不会玩。然后呢，咱们就会玩，所以说呢，这个市场的理论上来讲啊。如果当年，因为当年咱们文化部啊是不让这个卖这个游戏机的，因为当时可能觉得游戏机毒害青少年的这个学习呀，还有这个身心健康。其实想想也是没错的，因为咱们电影都有这个分级审查制度，游戏也应该有。你像这个恶魔城，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做噩梦啊，你可能会觉得不能吧，就是个游戏，对吧？你把它当成恶魔，你把它换个皮，那就可能就不是恶魔了，对不对啊？这个没毛病，但是确实看起来比较害怕啊。万一给人吓着了。我小时候就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那个九命猫，那个九命猫我还记得那个就是我是猫喵喵喵啊，就那个歌啊。看完了之后又看那个人蛇大战啊，给我吓够呛。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玩游戏。我记得当年我就看我想玩什么呢？玩悠悠白书啊，玩那个索尼克，就是音速索尼克，就是那个超音鼠啊，翻译过来啊，那个就很好玩。MD 游戏，或者玩那个怒之铁拳，我们小时候叫五人格斗啊，怒之铁拳3。但是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啊，我就玩的时候呢，背后有那个世嘉土星游戏。这个世嘉土星游戏呢，有一个人玩什么呢？玩不是，是索尼啊，好像是索尼，我也忘了是世嘉土星还是索尼，我忘了，反正是用光碟玩的。然后呢，就生化危机。生化危机那个有一个回眸一笑，大伙儿知道吗？就是走到一个客厅，然后一个丧尸给他啃，搁那搁那啃，回头瞅你一眼，就那一个镜头，我害怕了1个星期，我1个星期没敢走夜路，啊，对吧？我就1个星期没法走夜路。对，还有咱们大伙比较了解的，像什么腐尸之屋啊，像这种比较，就确实挺害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这个游戏确实挺嘚儿啊。好，可以看到咱们现在呢，这个有点像从上面滴下来这个小液体啊，可以腐掉这个，可以腐掉这个东西，而且可以看到有这个门的啊，有不同的路线可以走。当然这个路线就无所谓了，因为毕竟你看都是一样的啊，你可以都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啊。好，看来还是要往上走，跳过去。山村老师的电影租碟那就是两码事了。我第一次看山村老师的时候也吓够呛，但是我后看，我害怕是害怕，但是我看完之后吧，我不怕走夜路，我怕走夜路。但是我看那个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小啊，主要是我玩那个生化危机的时候很小的啊，是这么回事啊。好，我去，这个地方一个不小心掉下去可惨了啊。好了，操作者呢是左上角写的很清楚，是这个诚惶诚恐啊。发给我这个录像呢，它是有两个路线，一个是这个路线，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啊，一个是这个阿鲁卡多路线，另外呢是别的路线，就不多说了啊。好了，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棺材，一看到棺材里面有啊，就总感觉就是说这个好看起来像德古拉吧啊，可不就是他吗？人造的不是啊，是不是？好了，直接给秒掉了。害怕开门杀，想想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挺嘚儿的。还有那个玩那个什么游戏也是，我玩那个
就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有那个咱们国人制作的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也不能说国人制作啊。好，来他搁这撸啥呢？撸啦啦撸啦啦撸。哎，怎么说？选择啊，这明显就是在撸嘛啊。好，达成合作啊，达成合作，你看不看见？传说中的德古拉之子啊，你为什么长得像德古拉？为什么你很多人说这不就是德古拉吗？哎，又不是啊，你怎么说啊？好，踏，阿里嘎多，好，变身。我操，这披风侠啊，但是他不是秃头，他不是秃头披风侠啊，这披风侠远距离啊，这确实牛逼啊！一路跑回家，感觉博尔特都没我快，那你是真的牛逼啊！哎，好，这是木姨奶，看起来好了，直接一变，咱们可以变身呢啊！这个变身成为小蝙蝠也是挺逗的啊。山村老师，山村老师是这个，我当时看啊，我是当时真没看过什么咒怨，还有什么那个，说白了啊，就是贞子、伽野子这两个作品我都没看过，我是后来才补着看的。那当年我看了一个电影，人蛇大战啊，人蛇大战，给我吓够呛啊！其实真正那些鬼了神儿啊，那种鬼我不怕，啊，就怕那个一惊一乍，你知道吧？有时候怕一惊一乍，有时候怕那种人心灰暗那种。就说鬼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就很多鬼也是啊，很多鬼他都是为了复仇，为了什么的啊？对吧？你们了解吧啊？好，来看看，这是复活的骷髅呀，羊头骷髅战士。其实说句实话，兄弟们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打这个游戏啊，很多人都怕挨揍啊，很多人都怕挨揍。其实挨揍啊，也是一种战术，就跟他拼了。我跟你拼，我就费点血，利用无敌时间打你，对吧？然后结果就为了节省这点血，一点被打，一点被打，然后就嗝屁了啊！本地帮会太没有礼貌了。小狼是不是街机厅扛把子？不是的啊。我在街机厅地位一般化，第一我玩拳皇97啊，非常差，算是怎么说呢？算是中手啊，中手偏上一点点啊。然后呢，玩三国战记也不好。我为什么地位高？就是因为我可以在游戏厅混，我有币。你看我没有钱，但是我有币。币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不好赌，但是呢，玩游戏机的那个也不算赌博。啊，我就看他们赌，啊，有几个老大哥买了50块钱币，啊，或者买了20块钱币，然后进去一顿豪赌，最后肯定是赔了光了。他币赔光，我直接接过来，啊，我直接接过来，哎，他不可游戏机他无法识别到底是谁花的钱，对不对？他肯定得让，对吧？有的时候得让人中点儿，那我就看他赔了，我就上去，通过我的经验啊，整一手。攒一点，哎，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那你拿铁丝钩那都是违法了，那说白了，那跟盗窃有什么，对吧？跟盗窃似的啊，就这个情况啊。合金弹头呢，我们过一阵儿有啊，比如说明天，比如说后天，我们有合金弹头3的摊分，还有合金弹头5的那个敌兵加强版，都有啊。合金弹头3的那个摊分又是最新记录，兄弟们啊！最新的一命记录出炉了，所以说得给大伙做的啊。有没有劫币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没有劫币的，真正要劫你币就不是劫币了，就直接管你要钱了。劫币干嘛呀？你有币，人劫你币有什么用呢？直接要钱就完事了，对吧？好，来看看这个哥们儿啊，对吧？你看这哥们儿西装革履，对吧？贵了，啥也不是啊。人长得挺大，但啥也不是。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初中生啊，我们上那个已经上初3了。说白了啊，
都已经14、15岁了啊，最小的14岁啊，14、15岁了。然后，就是有人去挂那个游戏厅的币，把那个拿那个螺丝刀把那个屏幕拧开，屏幕因为街机都是斜着的嘛，屏幕拧开，拧完之后拿个绳拴个什么呢？拴个吸铁石，把游戏币吸上来。因为投币口可以，对吧？咱们在外面看，觉得好像游戏机是一个完整包装的，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其实游戏机，你把屏幕一打开，里面都能看见，它那个币盒子就是在底下。一旦币盒子满了，老板定期会到那个拿钥匙打开之后收币子，但他没想到那个屏幕可以扭开，然后呢，就你懂吧？结果呢，时间长就被人发现了，被老板发现，老板把这玩意儿抓住了。抓住之后吧，说难听点，老板能把学生怎么样？不敢怎么样，对吧？你是打一顿，你给打坏了，操，那不行，对吧？你说你报警，你开游戏厅是违法的，那个时候确实违法啊，那个时候啊，你在学校周边200米之内不能开游戏厅，而且你还没有牌子，你怎么办？那违法的嘛，你违法的，那肯定是不行了，对吧？只能是说白了恐吓啊！你们几个小啊，我就不说脏话了啊，小崽子啊，一天天的，是吧？不学个好，你要再过来整我，告诉你打死你们啊，对吧？也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被敲诈过5块钱嘛，我被敲诈过5块钱啊，这事儿我跟大家伙说过好几次了啊。好啊，感觉这个阿鲁卡多啊，确实有点牛逼啊，还能散弹，你看没看见啊？攻击力高不高咱先不说，有散弹这个事儿怎么说？而且直接就能飞，能变身成为蝙蝠的这个吸血鬼，然后来打吸血鬼，那真鸡巴赖啊！好，但是在网吧我的地位非常高。首先，网吧老板、网管都在舔我。因为当时玩硬件我比较好。好，来看看这个蝙蝠，这不就是大绿耗子吗？啊，这些小 boss 我觉得特别逗啊，就是说先是一打就分裂，是吧？分裂成一定情况再打就死了，太无敌了啊！你看一顿分裂，其实就是还剩2滴血，其实啊，打死就没了啊。小时候玩这个不敢睡觉，可不是啊，这个游戏何止是不敢睡觉啊，最主要难，你看咱们这个路线，你看咱们可以用蝙蝠。对吧？它不用等空中落这个砖块了，对吧？所以说这个阿鲁卡多确实是啊赖逼啊。我觉得最欺负人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我在那玩《三国战记》，来2个游戏厅的混混啊，他过来直接把机器一关，然后直接说一句滚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他把机器一关，你都已经投完币，你都开始玩上了，能玩到第3关了，人把机器一关，你爱玩不玩，对吧？也不赔你币，有的讲究点的啥的，你们俩别玩了啊，我们来玩它不容易啊，给你们2个1个币，你俩去玩别的吧，这还是讲究的，说白了，对吧？这还是讲究的，但是他妈的有的人连币也不给你，直接把你机器给我滚，你这种人你不应该干他吗？啊！打不死他啊！小时候玩这个 FC 游戏，那时候我喜欢玩《忍者神龟》，我们都没有那个游戏带，我就去跑到那个游戏厅，我花了我攒的钱啊，2块钱1个小时，我说我玩半个小时，我只有1块钱，我说玩半个小时，老板说行，老板到了20分钟说还有10分钟了啊，到了还有5分钟说还有5分钟了啊，加不加？我说不加了。还有2分钟了啊，加不加？还有1分钟了啊！我他妈的，我说你们真的赚钱赚疯了，我操！我一个小孩，你让我玩完这关不行吗？啊！结果也没玩完，也没通关，也没玩完就走了啊！真的啊！因为后面搁那排队呢，就是你不玩，后面有人排着玩。哎呦我去，太狠了啊！机房老板不管吗？不管呢，怎么管？因为抢你币的那些人也是小孩，关你机器的人也是小孩，对吧？
你没法管。而且那时候老板，一般老板都是开游戏厅投资，然后找自己家的媳妇儿，哎，或者找个自己家的老头老太太去看，机器坏了他过来修一修啊，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没有说几个说自己职业在那看，就算职业在那看也一样，对吧？你说他们和他们之间的纠纷啊，我把你机器关了。那你就是关了，我哪知道是怎么关的，谁关的啊？他不赔怎么的，还我赔啊，对不对？我没敲诈过别人币，我是那样人吗？我不是那样人啊。好，来看看这关是个鬼火啊，直接一个棺材复活，这不就是木伊奶吗？那你说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怎么打呀？而且他发的飞行道具还能抵消，这个 boss 挺嘚儿的啊！啊，鬼火啊，直接到第3个，最中间那个是牛逼啊！好，这哥们拿个什么东西？拿个大锤，80，哎，80，直接一爆，然后鬼火到中间的那个，说是鬼火吧？这玩意儿我们小时候都叫鬼火啊！好，这是个旱地飞牛啊，真正意义上的旱地飞牛啊！还有一次可有意思了，我们游戏厅老板他家儿子在那玩，然后有个小混混呢，就管人老板他家孩子要币，他不知道那是老板家孩子，看老板他妈正常我们揣币都揣兜里，财不外露，你知道吗？那老板家孩子直接拿他家那个小币盒。大概得有个50个币子，跑去玩97去了。人家自己家开的店对吧？就玩，店一看这个币，这几个直接过去，叭就抢了一把币就要走。那小孩急眼了，说你们干什么？然后回去说啊，你找死啊你啊，对吧？拿币给我玩不行啊！好，来看这个音乐，1代最经典的音乐啊。这是1代最经典的音乐，虽然说有一点点变奏，但是主旋律是一点没变。是狠啊！好，那说到刚才那个就是啊，他贼逗啊，那帮人说你找死啊，你是不想活了啊？拿你个币怎么的？这小孩回头就说了一句：“爸。”我那老板社会上有点实力啊，过来瞅瞅发生什么事了啊？然后呢，这个他家儿子说，这个小孩这俩人不讲武德啊，来骗来偷袭我12岁的小同志，这好吗？这不好啊！让他爸直接拎脖子拎出去了，那也不敢打，说白了就哈呼2句啊，这只能说是哈呼2句，然后直接就是拎着脖领子直接就滚。对吧？只能是这样式的。你说你敢打人吗？你别说那个时候东北好像有点黑社会气息的感觉，你们觉得东北都是混子，那也不敢打，因为抢币抢什么的那帮人也是孩子，成年人哪有抢小孩币的？那不要个逼脸，那种人啊，说白了你就可以打他，你知道吗？这成年人抢小孩币，那何止是打他，你直接就一个电炮飞脚，大尾巴撂倒，对不对？你们玩不玩啊？你们不玩还有别人要玩呢，是不是？好，药水瓶。其实有时候在游戏厅里面吧，很多人就瞅准了什么的。为什么抢游戏厅孩子的钱？就是说他抢你钱，孩子不敢告诉家长，也不敢告诉老师，更不能告诉了，不能告诉老师，不能告诉家长。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儿，谁家没有一个哥呀？我表哥、堂哥，我邻居家的哥哥，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哎，这个东西都一样的，就碰见胆小的抢一抢也就算了。而且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吃软不吃硬，有的人富二代，家里有钱，你可以管我要，但是你对吧？你不能抢，好，直接烧，一顿烧。我操，这个死神太面了啊！好，来看看变身，这是正儿八经的骷髅头，一顿抽鼻子，再烧，哎，你看没看？这个带延迟效果啊，带延迟效果，这个圣水啊，
我们小时候都叫火焰，就叫圣水比较好一点。圣水瓶就是干。有时候抢币告诉孩子他妈了。不是最狠的是啥？我有一次在游戏厅，然后呢玩玄幻97，那个小孩吧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1岁，比我小1届啊，实际上是跟我差不多，差半岁吧。打97打不过我急眼了，对吧？连创我急眼了，然后他骂我一句，我一看他小崽子，这骂我那挺难听，我直接给他揍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那个揍怎么揍？就是说白了，谁给谁摁地下。啊，最开始是掐黄瓜架子，就先掐，先腿绊啊，就直接就咔整倒之后，也就捏着摔一摔，根本不敢这个啊，根本不敢这个啊，就这都不敢啊，就是摔给他整倒了，就算赢了，就那种感觉，知道吧？啊，现在你看那个什么 UFC 什么的那种综合格斗。还有一种专门的战术，就是我倒地了，地面技，来你打我呀，来你打我，这我咔我十字固什么断头台啥的啊，那时候没有，就给他摁倒了，啊就完事了，我就走了，走完之后呢，追我家去了啊，追我姥姥家去了，拿砖头砸我老家门，对吧？给外面一顿骂，然后砸我老家门，然后呢我就不太，我就寻思，我都到我姥姥家，我必须要保持好孩子形象，而且我不敢说我他妈是去游戏厅啊，因为我姥姥一知道肯定跟我妈说呀，我就不敢吱声了，我就对吧？结果我家邻居啊是个，当时他是上初3，对吧？上初3，我上6年级啊，不，我上初1。那个人是小初1啊，就是他是初中4年制，我是初中3年制，那时候刚改革嘛。结果我家邻居搁那跟他招啥呢啊？过去直接一个脖溜子，你知道吧？啊，一个大逼个啊，一个脖溜子，他可不惯着啊！我那邻居那个，也是他妈挺混的啊，挺混的，直接一把搂哭了啊！从此我在游戏厅没见过这个人，就一个大嘴巴子搂哭了，我是真服了啊！他应该感谢我这个哥们儿。后来听说他学习不错啊。是挺聪明，也不出现在游戏厅了啊，心里有阴影了，感觉自己想雄起一把，突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直接打了个大嘴巴子，瞬间就崩了啊，瞬间就崩了，真的，这都是故事啊。好，来看看，其实这里面啊，咱们有挺多的这个 BOSS 啊，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它都是这种用，你比如说你像咱们拿链子该抽。拿圣水烧，或者你拿斧头撇，对吧？都一样，咱们怎么变都行啊。然后有一些地图呢，要用德古拉之子啊再过。哎呦，各种吧啊。克拉克爆摔。小时候我哥怎么我打不过我哥呀？我哥是比我大1岁半。我哥欺负我怎么欺负？他不打你，他把你摁倒了。然后拿左边的膝盖压你这个胳膊的这个两个胳膊中间，右边的膝盖压你这个，就说白了啊，给你压住，给你俩手压住。然后呢，屁股往你后面这一坐，你腿也抬不起来，也蹬不着他，啊，对吧？然后呢，他就隔着你，哎，隔着你，就嘎着窝啊，这个啊，这招人一赖啊，我这什么我都不怕，我就怕这招了啊，赖啊，真的是非常赖的啊。啊，其实你看这个围着这个砖块这个一顿转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这感觉这是什么怪的啊？这应该是萤火。哎呦我去，血还挺多，看看你。能早啦，大哥。那个心是消耗品啊。好，这皮蛋烧鸭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路线可以走啊。它这个恶魔城这个游戏，你看现在 FC 平台已经很简陋了画面，但是就是它画面简陋，人牛逼。好啦，这是下水道的人鱼啊，这水哎，这做的真不错了啊！这是一个 FC 游戏啊，兄弟们啊！
好，变身成为蝙蝠。啊，变身成为蝙蝠这招真赖啊！然后再变回来，但变身需要时间，这个设计啊有点嘚儿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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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这边有机会给大家伙说啊。好，大家看啊，这明显是我就是一个又是复制体的梗，又是复制体的梗了啊！哎，还不如拼了，差一点，看没见？还不如拼了，刚才啊，扔那个药瓶，攻击力延迟效果虽然好，但是你攻击距离短啊，还不如拿鞭子抽，对不对？啊，那你那个是那个政策牛逼的啊！有一些大哥啊，老大哥比你大个3、5岁，搁那游戏啊，搁那玩赌机，人家可能啥也不会玩，就会玩赌机。然后呢，你就在边上等着，你给他出谋划策。哎，你这把你听我的，你这把你听我的，你压那个西瓜啊，压那个双七。然后呢，大哥说行。如果说没中啊，你就自觉没事你就先走啊，你就哎我走了啊，走了啊。你就悄摸走，如果中了，对吧？哎，你然后你不能直接要啊，直接要不行。你点是什么呢？就这样式的，就说，哎哥，你看中了吧？哎，你这个是听我的没错啊，人家刚才那个走向肯定是大瓜啊，肯定是大瓜，不用想啊，对吧？然后呢，这个他就是吧，他就可能会给你，哈哈，对吧？反正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但是如果没中的话呢，你对吧？你肯定会说，我再等着他中不行吗？那哎，你别，你只要开口了，这个就跟股票分析专家似的，是吧？你开口了，他没中，说明你面，人家就讨厌你了啊，对吧？但是最狠的是啥呢？最狠的是他听了你的，但是他没压，哎，但是还中了。比如说，你说来，你听我的，压那个大瓜。他没听你的，他没压，然后嘎就中了大瓜，哎，他当时瞬间对你，哎哥，哎兄弟，啊兄弟，我就哎你会看这个？我说哎一般般啊。然后呢，那你要说那这样的话，那下把压啥？这把不好说啊，这个，因为他有的时候吧，他得去给你开一把大的，得先开2把小的。你听我的，压个苹果，压个橘子，对吧？然后呢，过一会儿，那我感觉差不多了啊，咱就给他说。啊，说完之后，这样保守啊，保守那个小的不用压，你就直接压那什么东西。如果没中，你也不用赔人家，对吧？因为你给人家是出谋划策。但是中了，那你不得给我拿两3个币？你开心啊，你知道这玩意儿这有意思啊，你知道啊？水果局初一，那你一群人抢币，那不能。他有那个币篓啊，他掉下来是掉在那里面的。你不可能有，那你就太厚脸皮了，那就他真太厚脸皮了啊！有的时候赌币机最狠的就是你中了30个币，但是只给你退了20个，或者只给你退了10来个，赌币机坏了，你可以去找老板，你说老板，这个我中了多少个，当然退的少，因为赌币机一般都是会告诉你上一把中了什么啊，就是老板可以看到的啊。好，来看到月亮了吧？哎，又是德古拉，哈欧大佑啊，怎么老是你？我操！来这里要刷，这招是真赖啊！这他妈的，这刷点东西啊，看来是不太够啊。那股票分析专家不也是大忽悠吗？啊，那不就是大忽悠吗？你看谁忽悠的狠啊？你对不对啊？最狠的是有中彩金的，彩金还有开火车，我们管它叫开火车的啊，一个大火车，或者是一个大龙射小龙，然后咔咔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啊？一顿中5、60个币子，我最多一次中了200多个币子，然后那机器给我退了170个，没币了啊，就是他那个下币的没币了，然后他没币他就报警，他就然后老板过来，老板说咋的了？我说我中彩金没币了，然后他往币盒里面加了点。好的，可以看到老德
啊！哎呦我去，瞬身之术。好，来看看2次性变身啊！怎么这么多头啊？这让我想起了《战国传承3》里面的那个怨念啊，对不对？好的，那个头已经死了，这个能打死个头的这种啊，你看又死个头，这个设定真的有点牛逼的啊！它这是一体的大怪，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打死了之后呢，有几个不同的形态。好，再爆，还有最后啊，你看啊，这才是本体。哎，这个大斧子还不如在底下呢，对不对？你看在底下还能跳起来可以撇。我操，被射一下好多血啊，兄弟们！这镭射眼啊！啊，还剩2滴血了，我去！最后一下，啊！好，就感觉反正是这个意思啊。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特别难受在于哪儿呢？就是每隔个100年就要复活一次，你说你复活干嘛呢？真是的啊！你说你能不能让我再多睡一会儿啊？能让我再多睡一会儿？来，这个城又倒了。好，可以看到啊，跟自己亲生父亲干。这个说句实话啊，这个剧情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大义灭亲，大公无私，大爱无疆，大大咧咧啊，大脑瓜锃亮，哎，就是这么屌啊！好了，也是感谢我们的诚惶诚恐给大家伙带来了德古拉之子阿罗卡多路线的一个一命通关。这个说教程视频也是不为过啊，其中有很多惊险的地方，一个不小心就差点死的那种。然后打 BOSS 的话呢，随随便便玩就好了。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恶魔城3呢，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可以给大家伙说。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